Android Studio 测试和调试。您已经在不同的步骤中运行了应用程式，以确保它如您所愿，但现在是时候进行一些额外的测试了。现在，考虑一下在 Calculate Tip 方法中信息是如何在应用程式中移动的，以及每一步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例如，在这行程式码中，如果 string in text field 不表示数字，会发生什么情况？如果用户未输入任何文本因而 string in text field 为空，会发生什么情况？一、在模拟器中运行应用程式，但使用 run debug app 而不是使用 run app。二、尝试服务费用、小费金额以及是否向上摄入小费的不同组合。验证您在各种情况下点按 Calculate 时是否能够获得预期结果。三、现在尝试删除 Cost of Service 字段中的所有文本，然后点按 Calculate。糟糕，程序崩溃了。调试崩溃问题。处理错误的第一步是弄清楚发生了什么。Android Studio 将系统中发生的情况保存在日志中。您可以使用日志弄清楚出了什么问题。一、按 Android Studio 底部的 Logcat 按钮，或在选单中依次选择 View, Tool Windows, Logcat。二、Logcat 视窗将显示在 Android Studio 底部，其中填充有一些看起来很奇怪的文本。这些文本是一个堆栈轨迹，列出了发生崩溃时正在呼叫的方法。三、在 Logcat 文本中向上滚动，直到您找到包含 Fatal Exception 文本的行。四、向下读，直到您找到包含 Number Format Exception 的行。右侧显示的是 Empty String。异常的类型告知您它与数字格式有关，其余部分告知您问题的基本信息。找到了一个空 string， 而它本应是一个具有值的 string。五、继续向下读，您会看到对 parse double 的一些呼叫。在这些呼叫下面，找到包含 calculate tip 的行。请注意，它也包含 main activity 类别。六、仔细查看该行。您可以看到在程式码中进行呼叫的确切位置，那就是 main activity KT 中的第23行。该行会将 string 转换为 double， 并将结果赋值给 cost 变数。七、在 Kotlin 文档中查找用于处理 string 的 toDouble 方法。该方法称为 string 点 toDouble。八、页面上显示 exceptions。Number format exception, if the string is not a valid representation of a number. Exception, 异常，是系统提示出现问题的一种方式。在本例中，问题是 toDouble 无法将空 string 转换为 double。了解 No。对空字串或不表示有效时静置数字的字串呼叫 toDouble 不起作用。幸好 Kotlin 还提供了一种名为 toDouble or No 的方法来处理这些问题。如果可以，它会传回时静置数字；如果存在问题，它会传回 No。一、在 Calculate Tip 中，更改声明 cost 变数的程式码行以呼叫 toDouble or No， 而不是呼叫 toDouble。二、在该行后面添加一个叙述来检查 cost 是否为 No， 如果是，则从方法传回。Return 指令表示退出方法而不执行其余指令。三、再次运行应用程式。在 Cost of Service 字段中没有文本的情况下，点按 Calculate。这次应用程式没有崩溃。太棒了，您找到并修复了错误。